是不是好挤啊？可不可以我们等他们走了慢一点，这样我不好拍照片。对，我想就是竹花太多了，我想等他们走一点。有没有红包啊？有没有红包？红包？什么红包？你又不知道红包，你让还拍照片？是工作人员看到福利图示后主动联系我，说任何删视频说会对此造成影响。我们景区是不允许团过去索要小费的。这是俺们搁桂林和阳朔旅游玩的那几天被宰的最惨的一次。这个叫田螺酿还是什么呀？一盘是58还是68呀？那一盘子炒空心菜好像也30多。田螺酿呢是把里边的肉给它拽出来了，混着猪肉馅一起剁碎是塞里的。这是服务员自己告诉俺们的，就跟那个猪肉丸子味儿是一样一样的。富贵都品出来了，就是猪肉丸子，里面有没有螺肉咱也不知道。这个螺把里边的肉馅掏出来之后，那螺的壳还是完整的呀，人家再回收起来再重新利用呗。你去那点一次这个菜，那别人去也有可能点，但是这个田螺壳它不一定已经上过几个人的饭桌了，被人说了过几轮了，里边有没有螺肉咱也不知道，估计就是纯猪肉馅儿，而且咱压根也没吃了，剩了有半盘吧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打包都不想打包了。那大家觉得剩那半盘田螺，人家是能扔了呀，还是再给你上下一桌啊？近年来，中国景区宰客现象频频登上热搜，从20元6根面条到6只皮皮虾700块，这些离谱的价格标签不仅让游客寒心，也在一点点地蚕食中国旅游业的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令多少人向往。然而呢，让人想不到的却是，这样一个堪称世界顶级的旅游胜地，负责桂林核心景区如漓江、两江四湖等运营以及游客服务的桂林旅游公司，近期发布的年报显示，2020年至2024年累计亏损近10亿元人民币，其中2024年亏损2亿元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。一位博主讲述了他去年去三亚旅游的经历。我记得我是去年去三亚游玩的时候，当时去吃了一个路边摊，我就一个人分量点了那么一小盘，收了我整整200多，这就算了。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是胃痛到难受。2天之后他去潜水，他忘记带泳衣了，于是就在码头上买了一套泳衣，花了280块钱。后来他在网上一搜，一模一样的泳衣只要55块钱，他知道自己被坑了。在潜水时他再次挨宰，教练来了第一句说，你们是需要升级这个面罩呢，还是不升级？如果说不升级，那你们就需要自己在水下憋气，新手4米水下憋气几分钟，他也没说。然后升级面罩300块钱，如果你们想有很多鱼群围着你们的话，那么你们要花100块钱买这么一小包的鱼饲料，100块钱一小包，对，100，好贵。当时我跟我朋友就说，一人50块钱买一包那个鱼饲料，结果一到海底下，那个鱼饲料砰的一下打翻了，100块钱没了。博主和他朋友每个人花了300块升级了那个面罩。潜水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教练突然把他拽上来，说你的时间快到了，你要不要拍照？拍照480块钱。博主觉得太贵了，而且海水又很浑浊，就说不想拍。突然他把我那个面罩这样一摘，我一下子懵了，立马呛了口水，我就立马急着上去，我就很紧张，一直抓着他，因为上去之后我是真的非常很难受，我在那里咳了很久。在三亚教练在水下强行摘下面罩，逼迫游客拍照的事件并非是个例。我们来听听另一位顾客的讲述。那个新闻你们看了吗？我想说，我就是这个新闻的亲身经历者。当时呢，我也是去三亚潜水，然后在我一下水那一刻，教练就问我们应该不会用这个普通的呼吸器吧？要不然你加300块钱，我们给你换这个全面罩。我觉得我就用这个普通的就行了。然后那个教练就说啊好，那你试试吧。然后咵嚓一下把我摁到那个水里边，然后我起来，我有一点生气了。他说好，那我们再试一次吧。然后上到呀。他又把我给摁下去，我又喝了一口水，他呛到那个肺里面超级难受，我真的再受不了这种折磨。我说好，别摁我了哥，我加钱，我给你300块钱。立刻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弯，最后让我拍照加了300块钱，全面照加了300块钱，就在我本身花的那个钱上面又加了600块钱。来了三亚之后啊，一直没怎么拍视频。我今天有个朋友给我安排了个叫什么玩意儿，就是这游轮啊什么的。啊，真的是上了贼船一样。大家呢，这个都知道，我对三亚的这印象不是特别好。上了这船之后呀，它一共就开了5分钟的时间。你看啊，就给我们扔在这儿了，现在也是一动不动。停在这儿之后呢，就基本是各种各样的割韭菜的一个
活动，上个小船一个人380，然后呢，所谓的游轮呢，他哪儿也不去。我还以为我朋友给我安排的游轮呀，咱们出海休息休息，是吧？晒晒太阳，安安静静的，找一片比较漂亮的海域。嘿，这可好！来这儿之后呢，看看啊，大家可以看有多少个船，多少个所谓的游轮，你就使劲消费吧，啊，使劲消费吧。这种小船，就小朋友玩的那个叫什么皮卡丘呀、香蕉船呀，一个人380。在留言区有网友说，这些水上项目他玩了好几个了，他架不住船上人员的一直劝，耳根子软没有控制住。这位博主提醒，要去三亚旅游的朋友们，在去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准备工作，以免花冤枉钱。然后你如果想去亚特兰蒂斯水上世界，一定要提前做攻略，否则你进去以后会发现，浴巾要租大概是50一条，我记得，拖鞋是78一双，存包柜是大的50，小的30，那个手机的那个防水袋是68还是58？如果你什么都没准备的话，你除了要花258还是288的门票以外，你还要再额外花大概100-200这样的价格去。而且你买了门票进去，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玩。比如说里面有一片池子，养了一些鱼，海洋的鱼类，你要是下到那片池子也要另外收费。然后有冲浪板。那个如果你要租那个冲浪板去那个池子里面冲浪的话，你也要额外的交费。也就是说，你买了这个门票进去，它真的就只是进去。如果你想有浴巾，想玩那些比较好玩的项目，你还要再花很多钱。如果你正赶上是节假日去三亚的话，那建议你在最火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去后海，你只要停一下车就是100块，不管你停1分钟还是几个小时。包括那个夜市里面炸的海鲜也都非常不新鲜，壳子里面几乎是没有肉的，但是每一份还是要100多块。近日，一名年轻女游客在云南丽江古城游玩，购买一个竹筒冰淇淋，店家标价是9块9，实际收款48块。女子认为商家是诱骗消费，怒拍视频曝光。我刚才我就点了一个冰淇淋，这会儿写的这么大9块9，我点完之后收我48。我明码标价48，分发在哪？游客在视频中指出，商家挂着醒目的红色价牌，竹筒冰淇淋9块9一个，而48元价格的标签在一处不起眼的墙壁上。我说买的时候他也没告诉我多少钱，反正他做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多少钱，等他给到我手了他都没说，我就付款，我都付完9块钱了。媳妇告诉我不对，48，我说这不9块9吗？我付的9块9，最后他说你看这段写。女游客对店家这种做法非常的不满，她说：“一个小冰淇淋48块，你说你要标我48，我嫌贵我不买，或者我喜欢我就买了，明明下面标价是9块9，你说气人不？”女游客在云南丽江买冰淇淋的事件登上了热搜，引发网友的热议。不少网友们表示自己是深有同感。有网友说，在广西桂林旅游也曾踩过各种坑。姐妹们，要是你们打算去桂林的话，千万不要去坐他们那上面拉客的车，全都是拉人头，全都是骗人的。然后我下完高铁就有个人一直跟着我说，他正好要回家，然后顺便拉我们一下。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，然后他又说15块，然后拉到那个市中心。我就看他挺淳朴的样子，结果他一上车就给我一直在那里讲说什么，哎，要去漓江玩呐，要去抱团呐，要去怎么样。然后我们都说了不要了，我们明天再说。然后呢，他又硬要把我们拉到那个旅行社，然后去了解一下之后再走。我已经很累了，然后他还要拉我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去了解去看，然后应该是他们是有合作的吧，还是怎么样？然后这就算了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去那个什么象鼻山，然后一出来，然后就因为走得很累了嘛，就想着说，哎，不想站在那里等那个打车的过来。然后呢，就看到有3轮车，我一想3轮车应该就是拉个客赚个钱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附近有个美食街，然后送你们过去，然后多少钱。然后呢，我就说那个美食街有啥吃的，他说什么都有，他说那条美食街里面什么吃的都做。然后我就说啊行，然后我们就上去了。上去了之后，你知道他说美食街是什么美食街吗？他就一家店，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吧，还是说还是有合作的什么吧，就一家店。然后那里面他跟我说什么吃的都有，还说跟我说是美食街，真的是诈骗。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好生气啊。然后我就说，你给我拉到那个什么东西巷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说我给你加钱，加到10块钱怎么样？我也不想下来打车了。然后他说去不了，他说去加10块钱去不了那个地方。哇，我真的好生气啊！
阳朔一个我不会再来的一个城市啊，确实是很美，但是吃饭首先很贵，其次呢不好吃哈，好吃的东西太少了。再就是打的吧，因为我们不是开车来，打的来的啊，司机拒载很严重，而且呢，这座城市本地人给你一个菜单，外地人给你一个菜单，真的就是景色很美，但是，人不是很美。另一位游客也吐槽，桂林正阳街米粉店也存在着2份菜单，给本地人一个价格，给外地人另外一个价格。上标注桂林米粉10元一碗，然后就点了一碗。当我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有3个人进来了，抄着一口桂林话，然后要一碗米粉，我也学不上来那个口音。然后那个老板娘说的也是那个桂林话，说5元一碗。每一家餐馆里面都是那个一样菜单，听到你是外地口人，知道你是游客，全都往高了要价钱。然后本地人去吃一碗米粉，顶多5块钱6块钱，外地人就是10块15起。家人们在广西，我被这一堆水果背刺了。这什么水果敢卖70块钱一斤？这个50块钱，就这个梨子，我数数有多少个？在我大广西，50块钱一盒水果还烂了2个，好生气。记住阳朔这个金水岩，不要去，真的很坑。那时候卖门票，说有表演可以看。主持人说这是很厉害的演家，一开始拿了2幅毛笔自送，后面直接拍卖200块一幅。此时我们还很开心看表演。记住这个女人，她出来了，电视要开始了。这个环节就是姑娘把绣球给在场的男人。我们还很激动的推我男朋友上去表演。后面下来后，我男朋友说他们一直问各种个人信息。走完这个桥就进去，所谓的入洞房。一进去，那些人就把门锁起来，然后让你交99元，不交不给你出去。我男朋友他们给了39，好多人直接给了99，怪不得让他们上台表演前带上手机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景区坑？后面导游还带我们进了这里，就是你碰一样东西都得收费。总结就是阳朔真的很好看，但是消费真的很坑，准备好钱包，一定要砍价。广西桂林的坑可不是一般的坑，如果你要来桂林玩，一定得注意这几点：一，千万别在桂林西站下车，不然你会发现离景点10万8千里，瞬间感觉自己像被丢到了荒郊野外，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所以咱可别干这傻事儿。二，在东西向西街千万别冲动消费，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，尤其是银饰店，不然买到假的，你就只能对着一堆假货欲哭无泪。三，交通千万别想着自驾或者打的，在这市区车水马龙里堵到怀疑人生，还不如骑上共享单车，像个快乐的小骑士一样穿梭在各个景点之间。四，吃美食千万不要选出租车司机给你推荐的，不然你前脚一踏进店，后脚就成了被宰的肥羊。还有那米粉超过6块钱一碗的，咱就敬而远之吧，毕竟味道都大差不差。五，在象鼻山游玩千万不要做主法，那就是纯大冤种，时间短风景一般。还有晋江王府，要是你对历史没那么大兴趣，在门口拍个照就赶紧撤，别花那冤枉钱进去。把这些避雷点记好，来桂林就能畅玩无忧。有啥问题评论区留言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